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洞悉交易。今天介绍一个热门指标 Ultimate Buy and Sell 终极买卖指标，它同时具备趋势追踪与买卖信号功能，既能识别市场趋势，也能指出具体的进出场点。接下来我们会拆解这个指标的各个组成部分。这个指标依序包含4个模组：资料输入、事件观察、收盘确认、视觉化呈现。先读资料，价格、RSI、多条均线和 ATR， 这些是后面所有判断的原料。接着观察2件事：价格是否碰到布林带，以及 RSI 是否碰到它的布林带。一旦碰到，就记一个 Watch 讯号，且此 Watch 只在最近 N 根 K 线内有效，过期即失效。确认阶段只在收盘判定，不看盘中。收盘时若综合条件成立，且近期有效的 Watch， 才确认 Buy 或 Sell， 最后才在图上显示结果。用三角形标出买卖 ，K 线颜色随 RSI 变化，背景色则显示偏多、偏空或预警状态。简单讲 ，Watch 是提醒 ，Confirm 才算数，要把它加到图表上。打开 Trading View， 进到你要看的图表，点上方工具列的 Indicators， 搜寻 Ultimate Buy and Sell Indicator， 在搜寻结果里选择作者是 Sherlock McGyver 的那个指标，点一下就会加到图表上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先把原本的价格 K 线关掉，因为这个指标会自己绘制 K 线，2套叠在一起，画面会很乱。把滑鼠移到图上任意根原本的价格 K 线上，点右键选 Hide， 原本价格 K 线就会消失。当指标加上后，画面可能会变得杂乱，因为一次显示了大量资讯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，并非每一个功能都需要使用，因此我们需要先进行自定设定。在设定之前，让我们快速了解图上每个元素。画面上包含布林带，中央的黄色线是布林带的基准线，蓝色线为200周期移动平均，代表长期趋势；紫色线为100周期移动平均，代表中期趋势。垂直条表示买卖讯号，紫色条带有紫色三角标记为卖出讯号，橘色条带有橘色三角标记为买入讯号，提醒可能的进出场时机。画面上还有方块提示，这些是观察讯号，请当成黄灯处理，代表预警，需注意但暂不进场。橘色方块表示买入观察，紫色方块表示卖出观察。将垂直条视为即时讯号，配合均线与布林带确认，将观察讯号作为警示，等待进一步确认或成交量支持再考虑操作。接着我们来看 Ultimate Buy Sell Indicator 的设定。价格来源用预设的 Close 收盘价，收盘价代表市场共识，讯号稳定，不易被盘中引线干扰。显示项目这边，移动平均线先开起来，作为趋势滤网，判断偏多或偏空。布林通道开启，同时打开基准线，也就是中轴线，观察波动的扩张与收缩。布林带透明度设定为70，清晰可见，但不遮蔽 K 线。观察讯号就是橘色与紫色方块的预警，不做即刻交易。买卖讯号开启，提供即时进出场提示。加上圆圈，让买卖点更加醒目。买卖讯号垂直线开启，精准对齐讯号所在的 K 棒，方便复盘。买进卖出彩色背景，预设不开，以免干扰结构判断。ATR 调整有用 ATR 风控才开，否则关闭避免画面太乱。RSI 上色是把动能状态再提示一次，跟买卖点容易重叠，画面会乱。MA 上色直接反映趋势方向，能一眼看出讯号是不是顺势，所以更实用。观察方块的预警设置，系统会往回看设定的 K 棒数，只要在这段区间内符合条件，就会绘出方块。建议回溯根数，短线设定20到40，波段设定40到80。RSI 预警，利用 RSI 的动能变化或背离作为提示，适合想提前注意时开启。价格预警，依据价格行为，例如突破、关键收盘或形态，产生提示，方块数量会相对增加。ATR 预警，
透过波动异常，也就是 ATR 提醒风险或高波动时段。显示选项决定是否在图上绘出方块，关闭则不显示，只做计算。RSI 周期预设32，周期越大，讯号越钝，越小越敏感。建议范围：若要稳一点，用21至34；偏短线敏感，可用9至20。例如10至14适合1至15分钟，波段可用34至55或最多60，以避免过度迟滞。RSI 设置采用 RMA 平滑，使曲线更平顺。布林带中轴则用与 RSI 相同的327 SMA， 以使中轴的反应速度与 RSI 对齐，观察更直观。RSI 布林带维持标准2倍差。RSI Smoothing 跟 Heiken-Ashi Smoothing 不开，保留 RSI 原本的反应速度。这段价格布林带的设定，先用27 SMA 当短期价格基准。内圈设 2.1 倍标准差，代表比较常见的波动范围；外圈设 2.4 倍标准差，代表偏极端比较少出现的位置。上缘的颜色用57均线来判断，快速掌握中期趋势方向。下缘的颜色用近10根 K 棒的 ROC 变动率来提示短期动能变化。另外 ROC 这里先只做提示，不当做交易滤网，避免把讯号减少太多。这里的均线最多能开8条，但实战上2条就够，一条看短期节奏，一条看长期趋势。均线类型用 WMA， 反应会更快一些。再来这边是设定讯号触发条件，开得越多，讯号越多，但相对杂讯也会增加。不同周期的用法不太一样。第一个 RSI 穿越均线在短周期会比较常出现，所以通常要再搭配门槛线或其他确认，在中长周期则可以直接当成主要讯号。第二个，价格穿越布林中轴，更适合拿来做方向滤网或趋势确认，但如果遇到盘整，价格很容易来回穿越，所以短线不建议把它当主要的进场条件。第三个 MACD 讯号定位也是趋势确认，中长周期相对稳，短线通常只当次级确认，不会当主要条件。再来是 RSI 的门槛线， RSI 下穿75或上穿25，分别代表过热降温，低位回暖。想要更严格，讯号更少，可以用2575或2080；想要更敏感，讯号更多，则用3070。最后 RSI 穿越50是强弱分界，各周期都能用，但短线容易偏炒，建议当作滤网，而不是单独拿来当进出依据。再来是 RSI 交叉均线，预设下 RSI 和布林中轴共用同一套均线，开启后可独立指定 RSI 的均线，例如 WMA 16不受中轴限制。K 棒上色，这里用2条均线分3段，价格在2条均线上方就显示绿色，代表偏强，夹在中间显示黄色，代表整理，跌到2条均线下方显示红色，代表偏弱。这样不用看一堆线，也能快速判断当下属于哪个趋势阶段。ATR 调整通道是用 ATR 把波动做成一个动态带状区，波动变大带子就变宽，波动变小带子就变窄。它不是进出场讯号，而是用来快速判断市场波动与风险范围。Advance alerts one candle 意思就是警报会提前1根 K 线提醒，这样虽然能更快捕捉到讯号，但在盘中波动的时候也更容易出现先响后消失的情况。想让图表更干净，讯号更准，可以参考这套1小时图的设定，主图只保留 WMA 20，并加上布林通道。RSI 采用14周期并做平滑处理，过滤掉杂讯，让讯号更利落。交易判断就看3个重点：第一，价格是否穿越布林带中轨；第二， RSI 是否突破50；第三， RSI 是否穿越它自己的14期加权均线。当这3个条件同向时，就会触发买卖信号，进场方向也会更明确。接下来以 NVDA 1小时图说明2个典型情境。先看做空，第一步，当 K 线上方出现紫色卖出信号，代表系统侦测到偏空机会。第二步，价格跌回 WMA 20下方，且 WMA 20开始往下弯，
表示短线结构由强转弱，偏空成型。第3步，检查动能。通道先收窄，接着向下扩张，同时布林带由绿转红并开始张开，代表波动放大且下跌动能增强。当这3个条件都指向偏空时，就可以考虑进场做空。止损放在卖出信号那根 K 的高点上方，止盈先看布林带下轨，碰到就分批出。再来看做多，当你看到下面3个条件同时出现，就会把它视为一个偏积极的做多讯号。第一， K 线下方跳出黄色三角形，代表系统侦测到潜在的多头机会，提醒你开始留意。第二，看趋势，价格站回27加全移动平均线上方，而且 WMA20 开始往上弯，强调行情正在慢慢走出弱势，往多头方向发展。第三，看动能，通道先收窄，接着向上扩张，同时布林带由红转绿并开始张开，代表波动放大，上涨动能正在增强，行情有机会往上发动。这3个条件都到位时，就可以考虑进场做多，止损放在黄色三角形那根的低点下方，止盈先看布林带的上轨，当价格碰到上轨时就分批出场。以上就是这套1小时策略的多空进场以及止盈止损的完整逻辑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